位师兄师姐，大家一理心照，吉祥如意。今天利用这点时间呢，来跟大家介绍礼教的一个护身神咒金光神咒金光神咒。金光神咒呢，从一开始他就讲天地玄宗。其实如果今天我要讲金光神咒4个字就今天这个15分钟就讲不完了。我今天先不讲什么叫金光神咒，我从天地玄宗开始讲起。那么所谓的天地玄宗天地，天代表什么？应该换2个字可能就更清楚，叫做宇宙。所以天代表一切的空间时间，而地代表一切的空间如果换2个字就叫宇宙。那因为它这个咒语真言咒语有文字学的问题押韵的问题，所以他用天地玄宗。那么玄跟宗的意思，宗呢我们讲宗教，我们讲三民主义无党所宗。这个宗其实用以前的解释应该叫做潮流叫做时尚，叫做民俗风俗文化所以这个宗应该就是一种教育的意思。所以玄宗是什么？玄是要用到道教，他说玄之又玄，众妙之门。那关这个玄的解释，15分钟也解释不完所以简单的讲，玄是讲一切宗教上面的法门。所以天地玄宗这4个字，我们可以简单的讲尽一切的时间跟尽一切的空间以及一切的宗教法门，一切的宗教法门，所以叫天地玄宗那么第2句万气本根这个万中国人要懂中国的文字，这个万在中国人的意思里面不是1万2万的万它是代表周全所以在佛教有一句话，万德庄严万德庄严。所以这个万气应该是说一切的气，这个气是后天的气后天的气是后天生成。气在中国来讲有先天气、后天气所以在后面，在整个金光神咒的后面有一个先天气，这里这个气指的是后天气，也就是一切的万象你把这个气换一个字我们讲体相，那这个就是讲相所以也可以换一个词来讲，是一切的相本根根本的道理所以我们往下看天地玄宗，万气本根这个都在强调这个金光神咒的部分。广修万劫又来了广它也是立体的广修万劫，那个万跟前面的万是一样的意思不是你要修1万个劫，不是，而是讲一切的结束。针对个人针对每一个人的因缘每一个人遭受的这个劫其实这个劫还有一个单位就是时间单位。所以这个广修万劫，一个是讲横向的很广面的，另外一个是讲纵向的，万劫是讲一切的时间跟前面的天地玄宗、万气本根它有异曲同工之妙。最后这句正无神通正无神通呢这个神通很多人都以为飞天遁地叫神通那么其实在我们这个宗教来讲，尤其在金光神咒来讲，这个神通应该是用清明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个神通，我们在这里我给它下个定义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所以很多人在修行上就跟着修、跟着做但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那所以正无神通这个正我们在宗教上讲实修实证。所以每一个人透过自己的修为，透过自己的因缘证入自己的清楚明白。
所以这里的正无神通啊，不是说你会飞天遁地叫神通，而是说啊，你了解到尽一切的时间，尽一切的空间，尽一切的法门，了解到啊万象的根本啊，万气本根，你可以把它想到啊万象的根本啊，所以正无神通是你了解到这一切的法则之后，你了解到那个真实义。佛教叫做什么？明心见性啊，明心见性啊，所以叫正无神通。那么这个神通呢，后面带出来了哈，三界内外啊，三界，我们一般中国人在讲三界啊。那么三界啊，以佛教的角度啊，最简单的一个讲法，声、光、色，这一切的形成啊，都不外乎于声、光、色。所以三界内外，也就是啊，有人讲天界、人界啊、阴界啊，或者鬼道众生啊，叫三界。那其实是讲声光色。三界内外唯道独尊。所以正无神通啊，就是我刚讲的，了解到是这个。那这个道是什么？啊，这个道是个人的生活。我们修行到最后。环球诸己，回归诸己，到最后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所以为道独尊。那么在《道德经》有讲，对不对？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也就是每一个人啊，用一个通俗话来讲，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每个人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啊，所以要自己去啊实修实证。要自己去从中去体会，从中去了解，从中啊去迎刃而解，从中去找出自己的一套生活法则啊，也是一种正无神通啊。再来这后面两句，体有金光，复应无声啊。所以在了解到这一些法则之后啊，金光不是也在声、光、色三界里面吗？这个肉身就是色。金光啊，声、光、色，所以我们这个肉体还会发生，代表我们还存在啊。所以体有金光，就是在讲我们这个身体啊，只要是啊我们的真气还在啊，你的身体就是有金光啊。这个金光呢，用科学化来讲就是以太度哦啊，我们每个人都有，地球也有啊，任何东西都有啊，也有人把它叫做以太净网。是我们自己的一个防护罩啊，体有金光，复应无声啊，所以在我们身上都有啊，所以我们在讲到这个金光神咒啊，是讲三界内的东西，所以金光神咒对不对？它这个金是什么？金是颜色啊，光就是光，神咒就是声。啊，我们在佛教叫做生陀罗尼，啊，生陀罗尼，啊，所以它就是三界内很重要的一个咒语。那因为时间关系哈，我们只能先就这一部分来讲，有机会，我们再从头到尾把它讲清楚。这是一个比较简单版的说法，啊，那还有一些比较深入性的，那就是必须要透过每一个人在修金光神咒的当下，去了解。为什么会体有金光？而这个金光又为什么会复应无声？那么拉回来前面他就讲了天地玄宗，万气本根。这个是一开始的起手式，他告诉我们尽一切的时间，尽一切的空间，尽一切的法门，甚至是万物万象的根本。整个以这个角度来讲是唯道独尊啊。再讲一遍，这个道。不是这个神仙道，这个道是我们的生活，所以修行一定要落实在日常生活之中。这么简单的介绍希望下次还有机会，我们再往金光神咒的后面几句来跟各位介绍谢谢大家，谢谢各位师兄师姐。